你买的美呢，可能不一定是你身体现在最需要的那一种美。很多人一说到补美呢，脑子里面马上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缺镁，那我就买一瓶镁回来吃。问题呢就出在这里了，你以为你买的是镁，其实你买到的往往只是某一种镁的形式，而不同形式的镁用途不一样，特点不一样，吸收特性不一样，适合的人也不一样。补镁不是问哪一种镁最好，而是问你现在的目标到底更适合哪一种镁。你去搜索镁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氧化镁了，柠檬酸镁了，甘氨酸镁了，舒糖酸镁了，苹果酸镁了，牛磺酸镁了，听起来都叫镁，好像都差不多，其实它们差异很大的。它不是在好或者是坏的差异，有的镁更偏向于肠道的作用，有的镁更偏向于放松，有的镁更适合想改善睡眠的人，有的镁本身吸收的路径跟耐受性就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你选错呢，常见的结果呢是有可能你吃了没感觉，还有一个有可能吃了以后就先拉肚子。所以有蛮多的人补了镁补了半天以后，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像没用，不是镁没有用，是你没有选对形式，或者是你吃进去的那一瓶呢，它根本不是你身体现在最需要的那一种。所以我们先讲讲最常见的几种镁。氧化镁是最普遍、最便宜、最早我们接触到的镁。但你如果看它瓶子包装上解释，它里面的单位剂量也很高，所以看到标签以后就觉得很好划算嘛，因为含量高嘛。但是氧化镁呢，是所有形式的镁补充剂里面人体吸收率不好的一种镁。你小肠吸收率就很低了，细胞利用率就更低了。氧化镁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吃下去了以后呢，它在你的肠道里面，它容易形成渗透压，然后呢，把水分呢拉到肠道里面去，所以它可以帮助你软便。如果你是属于便秘型的人，短期内用氧化镁来解决你的长期便秘的困扰啊，它是可以给你有帮助的。但它不是一个适合长期性补充的镁。再来说一说柠檬酸镁，柠檬酸镁也是市面上常常看到的一种。它一般说起来的话，它的小肠吸收率就比氧化镁要好一些，有很多人说也比较容易接受。可是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呢，它就是比较容易促进排便呢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最好最理想的全身性的镁的补充。如果你本来就有一点便秘，你肠道蠕动本来就不太好，那么可以利用柠檬酸镁。再来说一个就是甘氨酸镁。甘氨酸镁这几年很受欢迎啊，原因很简单呢，因为它的形象好，很多人会把它跟放松啊、安稳啊、睡眠支持联系在一块儿。因为甘氨酸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氨基酸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一类的镁更适合晚上吃，而且相对来说，甘氨酸镁在不少人的身上，肠胃的刺激没有这么明显。所以如果你个人的问题是晚上比较容易紧张，脑子停不下来，肌肉绷得很紧，睡眠不够沉，那么甘氨酸镁呢，往往是一个不错的思路的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句的，甘氨酸镁适合很多人，但是不代表它就是万能呢。网上有一种风气，动不动就说买镁就只买甘氨酸镁，这个说法就简单了一点。因为一个人补镁目标可能不只是助眠了，有的人是因为抽筋了，有些人是因为心血管节律的支持了，有些人是因为长期基础的补充，有一些人是为了肠道，有些人是因为平时压力大、流汗多、消耗大，目标不一样，思路是不一样的。还有一类大家会听到的是舒糖酸镁，这一类的镁呢，经常被拿来跟脑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有很多人对它感兴趣。但是我在这里呢，我建议大家冷静一点，它是有它的市场定位的，它有它的应用场景的，但是不代表你只要觉得自己脑子累、记性差，就一定要去追求这一类的镁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真正的问题，首先不是缺某一种高端的镁，而是总体镁摄入不够，长期压力大，睡眠不好，血糖波动大，炎症高，基础代谢状态不稳，这些底层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好，你追求再特别的形式，它效果是有限的。所以并不是问哪一种镁最好，是说我现在补镁，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所以讲到这里呢，就要说一个很关键的现实问题了。很多人不是没有补镁，而是补进去了之后，真正进到细胞，被身体利用的效率其实并不理想。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长期吃镁，可是还是会有肌肉紧张的现象、抽筋的现象，睡眠还是浅，压力状态还是高。然后呢，这个镁啊一加量，肠胃就不舒服。这个时候你需要考虑，你补的不是有没有镁，而是这种形式是不是适合你长期稳定温和的进入身体的系统的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最近这几年很多人开始重视一些更强调离子状态、溶解状态、吸收效率和细胞利用率的镁。这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像平民镁这一类的思路
跟传统的片剂、粉剂甚至于廉价的镁相比，体验上来说差别是比较明显的。我自己对镁的看法一直很简单的，不是最贵的最好，关键是这个镁能不能够成为你身体真正用得上的镁。平民镁它的逻辑重点不在于华丽的化学名词的，它是强调一种高溶解、离子化、使用门槛更低、身体更容易接触和利用的一种补充的思路的。很多人补充镁失败呢，不是因为身体不需要镁，是因为他吃进去的形式对他来说不够温和，不容易坚持，不够很好的吸收，或者是一加量肠胃呢就先开始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会怎么样理解皮米镁呢？我不会把它说成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镁，可是我会说它更像是一种更适合长期基础补充，适合更多人做日常稳定支持的一种方向，特别是平时压力大的人、消耗大的人、流汗多的人、饮食精加工食品比例比较高的人、睡眠浅、神经兴奋度高的人，或者是以前一补镁就肠胃不舒服就拉肚子的人，还有呢就是想把镁作为长期基础营养来补的人，而不是短期应急的人呢，你们可以考虑皮米镁。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的话呢，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让排便更顺一点，那么你可以选择氧化镁或者是柠檬酸镁。如果你的目标是放松、睡眠、神经系统安稳一点，那你可以关注偏温和、偏放松支持的镁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做长期基础补镁，并且希望更温和、更容易坚持、更容易被身体利用，那你就要认真看一看那些更注重吸收状态和利用效率的镁。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会去关注平民镁这类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不是哪一种镁最好，而是哪一种镁更适合你现在的目标。谢谢大家。